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先来认一下我们今天的疗愈团的老师们。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年作者文静儿，让我们快乐相爱，健康相伴。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作家陆琪。爱情是生活的科学，所以呢，我们学好爱情，过好日子。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严品红。爱情没有保鲜剂，用心经营才能长久。Hello， 大家好，我是情感疗愈团的嘉宾木姐。世上没有100%合适的两个人，而是如何让两个人变得合适。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有请大家。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焦先生，35岁，来自天津，殡葬工作者；董女士，36岁，来自天津，全职妈妈。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如何评价你们的婚姻？这就是丧偶式的婚姻，一点盼头都没有。我觉得挺好的，他太敏感了。你们的家庭分工是什么？家里全都是我一个人在管，就这样嘛，他还不好好出去挣钱去。他住内，我住外，这不之前都说好的吗？你希望对方做出什么改变？我就希望他能管管孩子，也心疼我。别天天胡思乱想，少挑我刺儿。哎呀，这一个觉得还行，一个特别不满意。他现在就是也不管孩子，也不管我，也不管家里，这不就现在网上说的这个丧偶式的婚姻、丧偶式的育儿吗？我就想着，那与其都这样了，嘛都靠我自己，那我还跟你过嘛呢？不行，那就离婚就完了。这么严重吗？咱从开始讲讲哈，一开始不是这样吧？我们俩吧，从这个恋爱到结婚就平平淡淡，也没有什么大的波折。就从我怀孕开始，这个矛盾现在是越来越多。咱就从怀孕开始讲啊，我怀孕检查，人家连问都不问，连管都不管，就去那几回，一回需要你的血型啊，剩下那几回到那个检查的医院啊，先找热水在哪儿，先泡茶，泡完茶坐那会儿就在那会儿刷视频。我自己排队自己缴费，人家那老爷们儿人家跟着去的，人家又挂号又排队的，你干嘛了？那我不也陪你做检查去了？我怀孕4个多月的时候发烧，我给他打电话，不是我发烧了，你回来吧，告诉我，你今天吃点药吧，我回不去。然后晚上回来了，把头看了我一眼啊，看完我之后，人家自己坐那个客厅里面，又看电视又吃饭，然后最后自己在客厅里睡着了。我这半夜起来想喝水，我自己出去倒去吧，也喊不动人家，我还给他盖了个被。我回家想给你买药，我还说了，甭管怀孕没怀孕，先把身体养好了。我做完面汤喝，我说你喝吧，你就告我喝，做完了端过去，你不喝了，难受，我喝不下去哦，不喝就不管了，你病了我怎么伺候你的？啊，转天又把他朋友喊家里来吃饭来，我那转天不烧了，但是我浑身难受。人家来了，我也不能躺那躺着吧，我又做饭，然后人家走了，我又收拾屋子的，他就嘛也不管，嘛也不问。那天本身有重要的事要说，本来定出外面吃去的，我媳妇刚好，咱别出去吃去了。我在家我还能看点他，所以那么的才把人叫家来的。不是你那朋友也怕被传染？我没感冒，我发烧。我这怀孕这个啊，就真的是都被我这月子生气，生孩子。我们住了5天医院，住完医院之后，他就把我送我妈那坐月子去了。人家也不露面，也甭说不露面。下午1、2点，孩子睡觉了啊，他来了，到那儿就看看孩子，然后盯着那个表，一到4、5点钟就走了。我一问他，我说你走这么早，你干嘛去？啊，我忙，我有事儿。结果啊，其实他根本就不忙，玩去了自己。就我在我妈那儿坐这1个月月子，他就一天啊去个2个来小时就完事儿了。生孩子5天，白天照顾你们娘俩，晚上我照顾你一个人。你就伺候我那5天好吗？你能说一辈子？干嘛我这孩子给别人生的是吗？我告诉你，但凡啊不是非得你签字，我都不用你跟我去。出了月子回家，这孩子根本就不管。你说给孩子换个尿不湿嘛，根本就没有过，天跟看热闹似的啊，撒手掌柜的。妈也不管，你别添乱啊！他还添乱。孩子那会儿4个多月刚会翻身，人家出去吃饭去了，半夜代驾给我打电话说那个大哥在车上喊不行了。我一看，赶紧给孩子放中间，周围拿那个被呀、枕头嘛的，我都给孩子挡好了。我就敲我们邻居门去了，我说大哥你受累，我们就要那个在楼下喝多了上不来了。人2口不错，人家穿上衣服就下楼，喊了半天才给他弄上来。这一弄上来呀，一会儿告诉我你给我倒杯水，一会儿说你给我弄点吃的。
把他伺候完了啊，孩子又该喝奶了。伺候完他，伺候孩子，这一晚上光伺候他们爷俩了。那不就那么一回吗？后面我也不出去了嘛，对吧？不出去，在家呀也嘛也不干。你说我这看见孩子一天，晚上给孩子洗澡哄睡，你收拾收拾玩具刷刷碗行不行？不行，就得躺那儿躺着。那天还跟说了，我说完了，咱先别刷了，我明天我来刷，我今累一天了，太累了。我这躺那儿，我正歇会儿。你不累的时候，你不忙的时候，你不也天天半夜看视频，然后转天中午再起吗？就我每天醒了啊，只要我晚上不收拾，晚上嘛样，转天还嘛样，我这边把孩子都收拾利索了啊，我还得收拾昨天的事儿。然后人家中午起来呀，你都干完了，那风凉话说的。现在孩子1岁半了，这根本就没陪过孩子几回。您说现在你们也都有孩子，1岁半这孩子这么粘人认人的时候，对他爸爸就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无所谓。爸爸穿上衣服就跟爸拜拜。那我这行业就这样。啊，你行业来电话就得走啊！你前些日子不忙吧？我说你这一阵不忙哈，我说咱那个放假咱带孩子出去玩会儿，我看人都带孩子出去，咱也去。结果7天假期，人家钓了5天鱼，那2天没去，因为嘛呢？犯痛风了，躺床上动不了。然后吧，我又得伺候孩子，又得照顾他，这天天就可我一人累，你知道吗？那不孩子在姥姥那儿了吗？孩子在姥姥那就接不出来了，人好不容易放个假，带孩子出去玩会儿，怎么了？也别说人家没带我们出去，去蓟县了啊，去了，但还去了好几天。去之前啊，我就嘱咐他，我说你去那儿别光喝酒打牌，咱上午带孩子，咱看看山，看看景儿，爬爬长城啥的，对吧？都行。答应倍儿好，然后到那儿就不是他了。早晨从睁眼8点多就打牌，一直打到晚上12点多，中午一帮人凑一块儿喝酒，4天哪也没去成。蓟县有嘛？除了山就是山，孩子那么小，没嘛往山上带呢。孩子小不往山上带，那在家平常在市里的时候去淘气堡跟公园你也没去呀。我去那儿嘛事儿也没有。就说这个啊，天天就拿他赚钱当借口啊！我对你们陪伴少，为嘛陪伴少？我得赚钱去。他1个月往家交多少钱？交个2万来块钱。还可以吧？他在天津还可以啊。他是全交吗？还是自己也有？都交，咱不存钱。还可以啊，还可以。是他不现在就这一个优点，往家交钱嘛。哎，这优点挺大的呀。但是花钱的时候可不行啊！啊，我一花钱啊，就说我瞎买，一让他拿快递去，那脸耷了比驴还长了，你知道吗？我要是天天给我自己买，你说我也行。这1年半从生完孩子，我买的全都是孩子吃的、用的、玩的，要不然就是家里正常的消耗品。我给我自己买嘛了？你天天那么嘟嘟我，眼睁就是孩子那点读笔，3根点读笔啊，1岁半就点读吗？啊，1岁半就点读笔了。然后给孩子买那个书，小个的、大个的，不太多了，家里面我还有照片了啊！看这个快递了吗？我特意买了手拉车，这你们一家的？就一家的，这是不是一个楼栋？这是我刚生孩子，就生孩子之前给孩子置办那些东西，什么床啊、乱七八糟，你不得给孩子置办齐了？每天啊，都10来件、10来件的往上楼上拿。这挺震撼的。这还有了，我们家的货架呢，囤的奶粉、尿不湿，你说这孩子得吃多少钱去？那奶粉你只让孩子几天喝一罐，尿不湿你让孩子几天用一包，你不得多囤点吗？哦，用没了再买，孩子窝着。人家啊买洗衣液啊，1瓶2瓶的买，我们家轮箱买。你天天连双袜子都不洗，我一天洗多少衣服你看不见，你瞎。行，咱那行纸行吧？谁家好人一弄一柜子纸去？那玩意儿放那儿又坏不了，消耗品有便宜合适多买点，怎么了？干嘛他放那儿还能飞了？孩子啊，现在刚1岁半。孩子刚1岁半，这平衡车他骑得了吗？根本就骑不了。而且下面这些小车啊，没有一样是重样的。重样我买它干嘛？不是，我看到的满满的全是对孩子的爱。对啊，你老公看到的满满的全是浪费。这钱花的没必要的。你今天找着诉苦的地儿了，你还有嘛？你今儿都说出来，你别憋着。现在那个还要报那个早教班，孩子才1岁半，给孩子报早教，是孩子听得懂啊？还是怎么着？你孩子不是输你那起跑线上了，这输你那线上了，知道吗？那人家跟我们那么边边大的，人家都报干嘛？人家孩子能报，我们家孩子不能报，我差嘛了？一说就别人孩子，一说就别人孩子，别人孩子都有。咱家嘛情况你不知道吗？咱俩现在就租的房住了，你还让孩子以后也租房？你不得想办法给他存点钱，让以后给他买到房吗？买不了房都赖我，你别你有证据啊，我也有，你让人家看看。看见了没？哦，这钓鱼的，这些是鱼竿，这些还是他最近常用的，还有好多不用的。这么多鱼竿啊！就还有这么一叉子堆角落里面堆着，我就没收拾没照。这个东西
他都背着我买的，我都不知道。我打断一下，你那一个杆儿平均多少钱？对，没多少钱，多少钱？多少？没多少钱，你说说嘛，我们听听。几百块钱呗。捡最便宜的说的是吧？你看陆琪老师懂吗？你别忽悠我懂这个。就这些东西还不算，去鱼坑钓一场鱼去就得500-600，钓不上来鱼500-600干赔，又费钱又费时间这个事儿。他现在呀心里都是他的爱好。他心里没有我呀，没有这个家，也没有孩子，啥也没有，就连我爸妈呀，他都不放在眼里了。现在就知道吗？我要不放在眼里面，逢年过节大包小包，不都我给你拎出去吗？你当姑爷的给我爸妈买点东西不应该了。好，我们这还没支你养老了，我爸我妈还没躺炕上需要你养了，你就在这就这么表功了。要真用你养，还坏了。天哪，他咋样呢？我平常周末我带孩子去姥姥那儿，我假如嗨我也歇歇，姥姥就说帮我看看，我说行。有一回啊。我们带孩子下楼玩去，没给孩子戴帽子，孩子热自己摘了，他上来就，哎呀，不给孩子戴个帽子，就不是好气儿说的那个话。然后还有一回，儿子本来周五就有点感冒，我还想去不去，姥姥说你过来吧，他感冒折了，你自己在家多累呀，我就去了。他不知道孩子感冒了啊，周日他接我们去，上午去的，姥姥觉着还早晨换换空气，给敞个窗户，他一看，嚯，这敞着窗户，孩子都流鼻涕了，知道吗？我说他本来就有点感冒。感冒了还开窗户，你说姥姥这带孩子怎么一点也不上心呢？啊，不行你们就别来了。姥姥在外面就给听见了，就倍儿生气，她在屋里就给哇哇就喊上了。你就这么在丈母娘那儿说啊？嗨，我就是声音大点了，我就是跟你说，我没想让我丈母娘听见呀。道歉了吗？没有，这不轰出去了吗？打那之后啊，他就不去了，他就咬死了，是我妈给他轰出去了。一问他就忙，其实呢他就出去玩去了。上回我也去了一趟嘛，到那之后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你就不能哄姥姥，你给姥姥赔个礼道歉，你赔个笑脸，你当小辈的，你怎么的？现在行，把姥姥给得罪了。赔笑脸不也是姥姥现在就跟我说啊，我给你们弄还弄不好，我这受累不讨好的。他爸那工作也自由，你也不上班，你们自己带吧，不行就别来了。姥姥现在也不管我了，你说我跟他过嘛呢？刚才说你们还租房子呢是吗？对，也没婚房。没有，没有啊。哦，你跟他在一起裸婚，跟他在一起，你俩不都是天津本地人吗？他父母没那早啊，然后他就靠他自己，就最近几年就是可能就是道越走越宽了，挣得多了。以前也是正常上班的，也是就是可以啊，又是裸婚没房，而且他还是干那个殡葬的，就这条件，他现在这样对我，为嘛我不想过了？那阵儿确实跟我受了不少苦，我也恨不得多挣点钱啊，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条件。哎，那你觉得你对这孩子对家上心吗？除了给钱，现在也天天在家看孩子嘛。看吗？孩子这个奶粉一桶喝多长时间？那不知道。孩子1岁半需不需要早教？实际上他连整句话都不会说，连个妈妈爸爸都不会喊呢。你让他上早教。不会喊，天天没喊你，喊别人。不喊，不能喊别人，不能喊别人，咱不这么说。就喊爸爸喊的少，天天就是喊妈妈妈妈。他在的少呗，所以就是先生觉得自己对这个家、对这个孩子的。你的这个做出的努力，你给自己能打多少分？那也得75啊。75哟，还挺高哎。妻子呢？给他打多少分？没分，也不至于没分吧？那一个月还挣2万呢。你家谁做饭啊？我做呀。这个不算好吗？我不会做呀。我没有说谁会做，我就问这算不算好，算不算优点？算吧。如果家里面的家务连做饭、刷碗、擦桌子全部算上，洗衣服全部算上。他大概占多少？就做饭。他现在的责任就是赚钱做饭，你就剩下的全包。对，你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我就希望啊，他就是你多关心关心我，多陪陪孩子，你别把家里所有的事儿都扔给我，对吧？你不能说就你光说你赚钱去了，然后家里的事儿你什么也不管，咱毕竟是3口啊，对吗？就是要钱也要爱，是这意思哈。来。咱听听我们这对情侣啊，你们对他们这对夫妻有什么建议的吗？我刚才听这个姐姐讲完，其实我感觉就已经看见我结婚之后的生活了。是大多数家务啥都是自己干，然后还有一个孩子，自己现在挣不了钱，腰板也硬气不起来。这哥说那些话啥的，有的我都不理解。
反正我觉得这哥的话说话没啥毛病，因为男主外女主内嘛。那哥在外边每天也拼搏，一个月不少挣。姐姐不是属于是全职妈妈吗？那就应该在家照顾孩子，做一些家务啊，理所应当啊。哎呀，好吧，来听听我们老师们的建议哈。送这个焦先生8个大字，就是格局越大，破事儿越少。觉得你养了家，然后你赚了钱，就很多事情，我觉得你忽略了很多东西。咱们是平等的，不要觉得说我交钱了，所以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怎么样，然后用这个当借口。还是对您的妻子要多一些尊重和理解，因为你也有你的爱好，他也不喜欢，他有他的爱好，但他的爱好是为了给孩子、给家庭更好的一个环境和培养，就他初心是没有问题的。你不要觉得他所有的买都是有问题的，就是你要把它划分出来。我觉得什么是消耗品，什么是必备品，就这些东西你不要一棍子打死，你用一个眼光去看待他所有的行为。就是有的东西在什么时候买，有的东西在什么时候买，我觉得它是一个省钱的行为，不是说完全的铺张浪费。董女士就是全职妈妈有很多的辛苦和不容易，但是每一个全职妈妈都不容易，就是不要一直把自己放在一个受害者的角度去看问题，因为你如果一直有这种受害者心理的话，你会一直都不开心的。其实我们看到你很多优点，虽然可能看上去不那么勤俭，但是你所有的钱都花在了就是你的宝宝身上，这个从你作为妈妈的这个母性的天性来说，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我们也要去科学的支配金钱，你不能因为你老公的缺位和失职，然后你就把自己家里囤得很满，然后给自己制造这种安全感，因为我感觉他安全感非常缺失。后来还有一个就是你不要当受害者，因为你是一个强者。我反而觉得其实你们俩的关系里面，我觉得你老公比较弱，因为他没有勇气去面对他自己是父亲这个身份，就是他自己没有做好的东西，你不要来惩罚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智慧，你做好你自己，你也不需要跟他去辩驳。现在孩子1岁半，我觉得你可以去想一想看看，就是比如说你去做自媒体也好啊，或者你自己擅长什么，我觉得你慢慢的回归你自己，你除了是一个妈妈是一个老婆之外，你还是你自己。你不要把所有的关注啊、重心啊什么所有的期待都放在一个男人身上，先让自己的认知提高吧。就是你们两个都在一个就是自己不愿意提高自己的认知，然后妄想要对方一直来提高对方的认知，然后想要对方互相理解自己。每个人都不可能100%的去理解你的，因为你就是女性，他就是个男的。你往好的方面想，他可能就是不想把这种在工作关系中的这种压力和情绪带到家里来，所以他出去释放。你要是想点他的好，其实他没有你说的那么糟糕，人家也好歹有个75分，你说没分，这个话说出来也是让人很不舒服的呀。你们每个人都只看自己的付出，不看别人的付出，那这个日子怎么过呢？多为对方考虑，多有点同理心，你俩日子过挺好的。一个中年男人要变成无敌啊，只需要3个技能就行。第一个技能叫空耳，就你说什么我听不到。第二个技能叫瞎眼，活我看不见。第3个技能叫朋友多，有啥事儿都是我朋友，对吧？所以3个技能齐聚，这个中年男人就无敌了。因为他可以躲避一切的活，你跟他说啥都没用，然后他想出去就能出去。为什么我今天站你老婆这边？原因是什么？原因在于其实就一件事，你老婆她能不知道你的好吗？你年轻时候又没钱，家里也没个老人，工作挣钱也不行，你老婆那么漂亮，她跟了你裸婚，是不是？人能不知道你的好吗？肯定知道。但是你想想你现在和年轻时候的变化有多大，就你这张嘴，年轻时候能不会哄人吗？他肯定太能哄人了，对不对？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哄人了？你自己反思一下。是从工作开始，一忙起来之后就没有时间。你别弄那个，就从咱俩领完证开始，搞对象的时候啊，人家还收拾屋擦地，比如我擦地，他可能擦桌子。结完婚之后就嘛也不干了，就有了孩子之后就我忙，你看孩子吧。你倒也不能说他什么也不干，他干还是干一点的，他毕竟还做个饭嘛。但是我觉得他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家里面不再提供情绪价值，这也是很多中年人遇到的问题，就是中年人开始情绪价值枯竭了。这个枯竭是什么？我这么跟你讲吧，他以前在外面没有那么忙的时候，他其实他内心还有很多的富裕，他可以回来可以哄你，可以说笑话，可以让整个家庭气氛可以开始舒服起来。但是等到他在外面忙了，压力大了之后，开始要奔着挣钱去之后，确实就这种资源就开始慢慢的枯竭。他现在自己都想找乐子，他以前是可以给你找乐子，
但现在不行了，现在他得自己找乐子，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什么钓鱼啊、外面喝酒啊等等的那么多事儿。然后呢，把你一个人丢在家不开心。所以作为老公呢，你得思考一个事儿，是我能够理解你想要到外面去寻找开心，因为你回家就很闷嘛，很憋屈嘛。但问题在于，你把你老婆和孩子丢在家里面，让他们在这种低气压的环境里面一直生活着，这难道不是你的责任吗？你难道不需要去让你老婆的心情变好吗？你老婆在一天的劳作之后，到了晚上，她心里面这口气她憋着，她输不出来。为什么输不出来？因为你既空耳又瞎眼，朋友还多。所以其实这件事儿，我觉得分成几个部分，它是能解决的，不是不能解决。第一个部分，你低个头，赶紧的去跟丈母娘好好的说软话，让丈母娘来分担一下带娃的这个压力。第二个，跟老婆商量，好，我现在尽量，你别管我钓鱼，但是呢，我尽量在家里面多干2个活，你给我指定哪2个活必须我干，我每天回家，我再累，我把这2个活干完。行了，他答应了，好吧。第3个事儿，我倒是觉得你们买房这个事儿可以考虑起来，老租房也不行，你们这收入在天津可不低呢。那这个是你做妻子的责任了。我觉得你啊，不是说让你省钱，但是你每个月得存一笔钱，这笔钱是为将来买房做准备的。你不可能这一辈子都租房吧？2个人如果有了同一个目标，可以为一个目标去奔了，然后再在细节上面能够相互给对方一些情绪价值，其实你们的生活还是有奔的。陆琪老师还得添一点要求，你别光要求干那个基础的活儿，你要求他每周抽1天的时间，也不用1整天啊，带着娘俩，就你们仨，是出去吃顿饭呀，陪宝宝去个什么，这天儿也冷了，室内的这个什么儿童乐园呀，他得参与。对，是不是得有这个要求？对，人家太太都没要求你单独陪他，都没要求你什么2人世界，可以了。但是这个有这个抱怨的功夫啊，咱还不如鼓励一下你老公。我觉得你换种方法释放你的这个能量。你与其说，哎呀，你天天不陪我，你不爱我们，我不想跟你过来，你这人长那人短，你还不如变成，老公你能更好，你这个多点时间陪我，说好话比说难听话对他有用。有时候我们会陷入在一个误区里边，尤其是全职妈妈很不容易啊。就自己付出的很多，然后难免就有这种不满情绪出现。但我们看准自己要的那个方向，采取合适的方法，这是更聪明的。咱们一直没有太多提你丈夫的这个工作啊，其实好多女生一听这个男士做这种工作是会有担忧的。你这老婆可真没有，你看她今天站在这儿都明明亮亮的，丝毫没有这种说就是由于一些不愉快情绪而变得好像颓废了，或者是说内心压抑了，没有。就像陆琪老师说的，丈夫肯定是在婚姻的前半段，包括结婚前，是提供了很多让这个女孩觉得很满意的价值的。所以感情很好的一对夫妻，尤其是现在我们看到好多夫妻因为结婚之后经济矛盾啊，这个什么这个老人和咱们的矛盾啊，就内心越走越远。你们没有，依然是一种其实很爱对方的状态，只是找不到合适的方法。其实这个妻子，你老公没你想的那么差，他干的这个买卖不容易。你再说他心态好，他还是会有很多，他天天面临这种生老病死，他很需要释放的。如果说回到家看到我这年轻美丽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见了他就老公回来了，辛苦了，宝宝叫着爸爸，我觉得他那一颗心一定是温暖的，那肯定比钓鱼开心。但是这个老公你也没有你自己想的那么好，你知道吧？你觉得我钱都交了呀，你坐月子前5天我陪你了呀，后边25天我也天天去点名报到了呀。其实差得挺远，不仅差你这个太太的标准要求很远，距离我们大家所认为的一个丈夫应该做那个标准也有点距离。既然咱爱家、爱老婆、爱孩子，那咱得用心爱呀，不能说我现在挣钱了，反正老婆孩子也知道都爱你，这家也不可能散，咱有家了就放松了，那能放松吗？你干买卖都不能放松，对家就能放松？人可是活的呀。我觉得今天来挺好的，大家都发泄情绪啊，也让老师们评判谁做了什么，谁还欠缺一些什么。妻子欠缺对丈夫的鼓励赞美，对吧？丈夫欠缺对妻子和孩子更多的关心和陪伴，这不都放在这面上的吗？咱改一改，调整，这日子且好过着呢。各自调整一下自己，希望你们越过越幸福，好吧？在我听刚刚的描述当中，我觉得咱们的丈夫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您结婚之后不仅没有把自己放在丈夫的位置上，您没有真正的高质量的参与到
亲子活动当中。所以我在听今天您的妻子在描述的很多的内容，其实你们纠结的根本不是家务事，谁做饭，谁做卫生，为什么1个月2万块钱请一个阿姨，请一个临时工，这些问题能不能解决？我觉得您妻子内心当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您没有陪伴小孩的成长。因为有一个很大的观点，刚刚讲的啊，早教班先生不愿意报，为什么？咱们买那么多鱼竿、鱼漂，几万块钱5、6万要，但为什么这个早教班咱没有给呢？真的缺钱吗？咱家给不起吗？不是，是因为您还没有把自己做到一个真正是父亲的角色，还是像一个大男孩。哎，我给这个家1个月2万块钱给了啊，饭我也做了，还要我怎么样？我不比这市面上大多数男人好了。孩子的事就应该你女人干，孩子是你生，孩子是你养，孩子就该你带，这是您内心真实的想法。但是在这个台上，您没好意思说，我说的对吗？所以说，您的妻子今天说的这些话，根本聊的不是你们之间的感情问题，而是整个家庭问题。你要了解，作为一个男人，在一个家庭当中，除了提供经济价值，还有什么？陪伴价值。对于孩子，对于老婆的陪伴价值依然重要。您的先生作为一个父亲的角色，一定是人不能惯，越惯越完蛋。所以在这段关系里面，我反而觉得您不应该去找您的妈妈姥姥来带小孩，必须让他养成习惯，必须让他承担一个父亲的角色。难道上班就不带小孩吗？那么多双职工家庭，是吧？或者说家里有全职太太搭一把手怎么了？而且我觉得更多是在精神上的陪伴，不一定说我要天天回来就陪小孩，而是我每天能抽1到2个小时高质量的陪孩子看看书、写写作业。高质量的关系比浪费时间无效陪伴来得更加重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妻子，我要跟您说，您刚刚一直在抱怨您的丈夫，说了很多这不干那不干，他很懒。但是您想想，有没有明确的给他立过规矩？很多的男人他是单线思维，你一定要给他下明确的指令啊！今天回来，咱能不能陪陪小孩，陪他把作业写了？但是在这个沟通的时候，一定要懂得示弱。老公，今天陪陪宝宝好不好？今天教我们的小宝把作业做了吧？真正的强者是敢于去示弱，真正的弱者才会逞强。所以我希望您在这个家庭当中去当一个真正的强者，我敢于去撒娇，敢于找老公去要，敢于去让自己柔软起来。我相信你们的婚姻生活跟家庭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这个如果大家想了解这个木姐的话啊，也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在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去搜木姐哈，这个木是拼音的 MU 这个木啊。对，那您要在这个公众号当中回复爱情保卫战5个字啊，也会收到我们的新人礼。谢谢木姐哈。这老公别表情那么严肃啊，你们先下来休息一下，我们听听这对情侣啊他们的故事啊。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高26岁，来自沈阳，法务；小张25岁，来自沈阳，保险客服。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感情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就是个妈宝男，什么都听他妈的。他总是犯疑心病，觉得谁都有问题。你们在感情中的地位平等吗？一点都不平等，他们一家子合起伙来算计我。不平等，他从来没有考虑我的处境。你希望对方做出什么改变？先把他那些莺莺燕燕处理干净再说吧。别那么任性了，少跟我计较一点吧。这看来问题还挺大呀哈。这谁先说说呀？我先说吧，确实就是太多问题了。其实我们两个开始的话还行，然后就是因为后来涉及到订婚了嘛，我就发现他这个人现在妈宝男，然后一家子人都在算计我，结婚也不给我彩礼，而且他现在还有很多不清不楚那种异性的关系。你们俩谈多久了？我俩现在也谈了1年了，就是准备结婚了。对，其实半年之前就已经开始研究订婚这些事儿了。然后我就说，那研究订婚的话，就得先研究这个彩礼的事儿。当时我问了我爸我妈，然后我们家是想要20万的彩礼。当时他们家也说行啊，没问题。哎呀，我爸我妈都老喜欢你了，你放心吧，以后这彩礼就别人有的不带给你少的。我这一听太好了，我说这父母啥的也都开明，以后咱也不会说因为钱这事闹矛盾。我说行，我说那咱俩就研究订婚吧。
那订婚的时候，他妈也敞亮，说你放心，我当时在他上大学的时候给他拿了5万块钱，这5万块钱就留着以后结婚呀、订婚、摆酒席啥的用。那酒席钱你们家1分钱不用掏，我们家来给你拿。然后我说行，那太好了，我说那就赶紧研究订婚呢，找饭店啥的呗，找酒店，亲朋好友啥的，该给信儿的就赶紧给信儿吧。什么东西都找好了，还有2天就订婚了，直接他过来跟我说，找你妈去要2万块钱来。我说要2万块钱干啥呀？他说这个酒席啥的我没有那些钱。我说你妈不是给了你5万块钱吗？你现在给我要2万是啥意思啊？他说我妈当时给我那5万块钱我花了。你花了，然后你当时你不跟我说，你妈也不跟我说，马上订婚了，饭店找完，你到交钱了你才跟我说，然后我当时没有招啊，那你说没有钱，那不得交钱，不得吃饭吗？亲朋好友来了也不能干坐的呀。都通知了是吧？对呀，都通知完了就没招了，就把你架那儿了。对，他就要没通知，他又说拿不出来这钱，这订婚宴还订吗？正常的话就是酒席吧，就是各家掏各家的，女方掏女方，男方掏男方的，就是我们家拿这个钱是合理是应该的。但你说他妈说那话说的挺好听的啊，你说你这个钱不用你拿了，然后结果我说那我没招，我只能拉下脸我去跟我妈要了这2万块钱。那为啥不是他去跟他妈要那2万呀？他还跟我说让我瞒着，别告诉他爸他妈，说怕他爸他妈上火。这事儿我还得帮着他瞒着。是我妈在我上大学的时候给了我5万块钱，在这么多年咱俩在一起不吃不喝不花吗？那啥钱不是花的我的呀？而且我拿了3万，拿了大头，就让你拿了2万块钱，我不就是不想让我妈担心吗？那你提前说嘛？你说亲爱的，我这偷偷花了2万，咱这订婚宴咱俩我出3万，你出2万，你提前说呀，你不能第2天订婚了，你说我没钱，你借我2万。更可气的是，他妈一直以为这钱我家1分钱没拿，到处跟他们的亲朋好友说。我当时因为这事就挺憋气的，但我就合计没多少钱，2万块钱，毕竟都已经订婚了，就别研究这事了，赶紧往下研究。是你妈听到这话了吗？我妈没听见。你看看，好歹没听见。这是多亏我妈不知道，我妈知道，我妈都得气坏了。完了，你今天节目播出，你妈可就知道了。这就是为了解决这事儿呢吗？这还有更可气的。那继续说吧。然后要彩礼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当时你家不是给我拿20万吗？我说这20万彩礼你打算什么时候给我？”他说：“我妈说了，我感觉咱俩挺好的，我不给你20万彩礼，我家加20万，一共给你40万，留着给咱俩结婚。”我说：“你爸你妈真是为咱俩着想啊，也是怕咱俩就以后结婚了遇有难处了需要用钱啥的，怕咱俩压力大呗。”我说：“那你这彩礼的话是20万，完剩下那20万你是给咱们交这个房子首付呗？”他说不是，我妈说了，这40万都用来交首付，没有彩礼钱。我身边就同学还有我闺蜜，人家有的其实结婚早就都结婚了，身边都是10几万、20几万彩礼。你到我这1分没有，说句多丢人呐！那咋1分没有了？那不多给你20万吗？20万作为房子首付，那我父母不也想让咱俩以后压力小点了吗？这事儿我俩没等商量完呢，没过2天呢，他妈带着他直接人去给房子买了，这事儿都不告诉我。然后买房子的时候，房子就写自己名儿。那我家也不是说大富大贵，那40万也不是说是属于小数目吧？那咱俩在一起，那肯定是有感情，不可能说用金钱来衡量这个事儿。别转移话题，你这房子是可是写着你的名儿，没写人家名儿啊。但是这个结婚之后可以商量啊，也不是说没有商量的余地啊。那不是画大饼吗？还得商量。彩礼呢？答应人家彩礼呢？也行。对呀，穆老师说的，你这个你房你首付，你家40万都写你的名儿，那咱就加10万彩礼呗。人家1分钱都没有了，我一管要就这一共就说给咱40万，跟我说就是那你开始要20万，我家给你40万，给你2倍了，你还想要啥呀？就这些事儿啥的，我当时都已经气得都不行了，因为毕竟订婚了。你要不现在商量商量？卡住了，现在商量不了。这我问我妈吧。你看，这不就是典型妈宝男吗？不是，人家说的也没毛病，妈给出的钱呀。那你说以后2个人过日子，哪有说到最后我连房子名都没有，然后我还得月月跟着你还贷款的呀？到最后我啥也没捞着。这个事儿的话，我跟他妈当时闹得也挺不愉快，因为本来订婚之前吧，他妈还整的那样，还挺喜欢我的，怎么样的。但后来我就合计，你妈都这样了，我也别给你妈好脸色了。就后来我跟他妈挺长一段时间，我也不跟他说话了。他说咱俩都现在订婚了，你要是想好好的解决这个事儿，咱就跟我爸我妈吃个饭，咱把这事说开了就完事儿了。吃饭的时候，他妈更有意思，全程啊说话夹枪带棒、阴阳怪气的，跟我说什么现在这女孩咋都这么物质呢？以后都是一家人，张口闭口的，你说这彩礼钱干啥呀？这些我一直都没吱声，因为我就觉得你要是想好好的，我就给你解决问题，就好好研究这个事儿就完事儿了。然后他妈没完没了，还说
这女孩太物质的话不行，结完婚之后你拿着钱跑了咋整啊？到时候他妈就没完没了在这说什么女孩哪个手指头长，以后不疼丈夫他娘，我都不知道哪儿整的这些词儿。不是你先跟我妈顶着嘴吗？整一个让我多吃芹菜，婚后勤快，你哪有那么多话呀？那父母那你妈父母年龄本来年龄就大了，那多说几句说几句呗。你太不懂事儿了。你说你妈那么大岁数，你妈懂事儿啊？啥事儿都是啊，我妈说了，我妈说的对，我不是当啥都得时听我妈吃饭的时候，你和他妈起矛盾了吗？饭我都没吃消停，那筷子刚夹那2口菜，我没等吃呢我就走了，根本就吃不下去了那饭。那你走，你这未婚夫什么表态啊？这没啥大不了的事儿啊，都可以商量啊。那父母年龄大了就爱唠叨，本来事儿就多。这个事儿我是这么理解的，你看他妈开始跟你不断的说啊，女孩子要什么钱啊，说明他爸妈是知道你要来跟他谈这个事儿的，对不对？那知道要来谈这个事儿，说明他和他爸妈已经说过这个事儿了。对，肯定是不是说了啊？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其实他在他爸妈面前，对于这个事儿你不满意这个事儿，他其实是表达过意见。对，也就是说你没有说服你爸妈，所以你希望他来说服你爸妈。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件事情里面，虽然他做的他没有能力去解决它，但他也不能说完全一点态度都没有。兄弟，你跟我说实话，加他的名字，不论你爸妈，你自己愿不愿意？可以啊，只是你卡在你爸妈那。对，因为主要现在我们年龄都比较小嘛，就是再一个来说，现在就离婚率太高了。那不就是不想给彩礼吗？因为彩礼属于婚前财产，你这算得很清楚呀。对呀，你说他们家这算盘都打成啥样了？因为他家条件确实挺好的呀。你说他爸他妈现在退休了，现在月有养老金，他家自己还做点买卖。我觉得他爸妈防着你还是有点道理的。对，我也觉得。就是你这个说话的方式啊，就是你因为你都在算账，知道吗？你一算账，他爸妈也得算账啊。对呀，你看这个男生他没给你算账，他爸妈一直在给你算账。姑娘，他要说我们家就是不出彩礼，我爸妈生意人就觉得离婚率高，怕不放心，但是给咱买套房，咱就这么订婚，行不行？他要买房子写我们2个人名行，那他要说还就写我自己的名行吗？那我这个婚不能定。哎，你们当时商量过，比如婚礼怎么办呀，或者蜜月怎么过呀？这商量过吗？都商量过呀，其实攻略啥的都做好了，他也没管。然后我都研究好之后，我就跟他商量呗。我说到时候咱俩去这儿度蜜月。他说我去问问我妈去上这块溜达行不行？对，这人也要问。过来人呢，问问他咋了。你妈过来人，她知道就是年轻人啥的想去哪儿玩，她想去哪儿玩，这都一样嘛。就试婚纱她啥的也是，就正常流程，我们俩该吵架吵架，但是结婚这流程该走，我们一直在走呢。所以说我感觉我也妥协挺多了。婚纱咋了？试婚纱的时候，他说要带他妈去，带他妈去了，他妈那种老一辈人就眼光跟我们根本就不一样。谁出钱呀？肯定我家出钱啊，所以金主带来是吧？但是一个婚纱的话，我感觉也没有多少钱，1万0点，没多少钱，你咋不自己买呢？就是，那这个结婚也是跟他结婚2个人的事消费得起的东西吗？不是你1个月挣多少钱？我1个月也就挣个4000多5000多块钱，但是这婚纱我就买这一次啊，我也不花别的钱了。哎，我想问你个问题，如果今天你结婚的人不是他，你还会这么张嘴吗？你还会要求这个级别的要求吗？就是婚礼要求。如果他们家没做那些事儿的话，我不会说这么刻薄的去要求这些东西的。如果换成刚才这位大哥哈，20年前啥都没有，你还提这要求吗？那如果说像这个哥这种的，我不会提这种要求。不是他也不会嫁呀，我就这个意思。所以你看看你媳妇儿，你看看你不一样啊，对比一下啊，人多好。来，咱继续说吧。然后这婚纱也没买成，这个事儿之后，我就发现他妈宝男太严重了，而且就什么事儿吧都得听他妈的。记着他妈的好，就上次我在他家吃完饭之后，不是那个跟他妈闹得挺不愉快吗？这事儿过去那么长时间了，一直人家记着这事儿呢。那次我俩吵架，我就回娘家了。我说咱俩就冷静一段时间吧，天天在一起待着，我看着他就烦。回去之后，第2天拎着水果去我家找我了。然后我当时也寻思呢，这男的其实也挺看重我俩感情的，至少愿意这么老远的来我老家哄我来。然后我就没再跟他介绍这事儿了。而且我爸我妈当时也是，就看见他来了，也老乐呵了，说这准女婿来了，咱俩赶紧去买点菜去。知道他爱吃螃蟹，去买螃蟹去了。然后什么事儿都挺好的。吃饭的时候啊，我妈就特意挑个大个螃蟹给他吃。人家刚把螃蟹夹过来，直接给我来一句：“你家也没穷的揭不开锅呀，你还能买得起菜呢？你家要这么多钱干啥呀？你说这不就是干仗来了吗？”说完这话，这未来的老丈人怎么说？我爸我妈当时都愣了，说这话是啥意思呀？
当时来不及解释了，我已经气得都爆炸了，我直接拽他就出去。当时我俩在大道上使劲吵吵，使劲喊：“你啥意思呀？替你妈报仇来了？这事儿过去多长时间了？现在来我家跟我爸我妈，你整的一出是啥意思呀？”我感觉都是你妈你爸在中间掺和的，所以说才有这么多矛盾。不，你是真去人家报复去了？其实也没有，我就是那么随口一说。你不觉得你说的话有问题是吗？那时候就是气氛到那儿了。啥气氛？人家就是让你吃螃蟹，你这属于报仇雪恨是吧？对，就是替他妈报仇去了。都这样了，你们能结不能就算了呗。就是因为当时订婚了呀，就是亲朋好友什么的都知道了呀。哎，刚才你们小片中说还有别的问题呢，可不光是这个结婚这点事，还有什么艳的是吗？当时我俩就是因为这事儿不老吵架吗？他就爱喝上酒了，之前还能哄哄我呢，现在直接摔门就跑，就找他那几个朋友老去酒吧喝酒。上次我俩吵完架之后，又去找他那个朋友去酒吧了。去酒吧当时还发了好几条朋友圈，就是说什么今天喝的真开心啥的，连着发了好几条。然后他朋友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他喝多了，让我去接他。我去了之后，他旁边坐了一个女的，搀着胳膊，两个人有说有笑的，就不知道的还以为跟那女的处对象呢。我说你这么晚了，赶紧回家，有事咱俩赶紧回家沟通去。然后那女孩直接起身问我，她说你是谁呀？你凭什么管他呀？他全程搁那块儿抱个甲一坐，一句话都不说。我就故意在气他呀，他自己没看出来。我就是想要他一个态度，让他珍惜一下我俩的感情，因为他天天跟我吵架，就天天钱，彩礼，房，就天天在我耳边不同的在绕。一码归一码，就没别人，就是故意气他了哈。对，那你说这个女孩你是故意气我？回家之后我说这女的你怎么认识的？她说就是在酒吧认识的呀。那我就是为了气你的呀，就是看你在不在乎啊。你不就是 PUA 我呢吗？我说那行，你现在给这女孩联系方式都删了，磨叽半宿完才给这女孩删了，还老不情愿了。当时删完之后吧，我就觉得她不对劲儿，然后我就查她手机了，发现她不止这一个号，她还有一个小号。她这个小号里边和酒吧认识那个女生一直聊天，聊些啥呢？一些暧昧话题，就是平时分享日常，然后工作就是录点小视频啥的，自拍啥的。这个喝酒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两个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我给他拍的，就是他这第二张云很淡这个，这都是我给他拍的。还希望我能拉着你，你想拉着谁呀？我拉着你呗。你拉着谁？你拉着我。他搁这号里边他说想拉着我，这不机场里等船呢吗？不是人家都不知道他这个号，看不见这号，你想拉着我都不知道他有这么个号。你说你想拉着我，你别在这搞笑了。重点是那条一个人看海，他现在在这立上单身人设了，在小号里边一个人看海。我当时看见之后就感觉太恶心了。还有什么那个项目已签约，我俩这个工作涉及不到什么签约不签约的，你立什么黄金单身汉的人设呀？在这儿啊，就最恶心的是这句好安静。我以为我们永远有话说，你想跟谁有话说？这句话可能就是跟他那个前女友，人家永远有话说。还有前女友。我俩刚处对象的时候，他这个通讯录里边就有他前女友联系方式，人家一直留着呢。当时备注的可恶心了，备注的宝宝。我说咱俩处对象了，你怎么还有你前女友联系方式啊？他说我忘删了，因为当时刚谈恋爱，我也没多想。我说那应该就是忘删了，你删了就完事儿了呗。现在我就在他那个小号里边看见人家跟他前女友人一直有联系，他天天跟他前女友吐槽啊，他脾气大，他跟我妈老顶嘴，他怎么不好，天天跟他前女友在那说我。然后他前女友跟他一起说我啊，你这个女朋友怎么这样啊？她脾气怎么那么大呀？怎么这么能跟阿姨顶嘴呀？你俩要有感情的话，你俩处呗。你当时你跟我订什么婚呢？你家说那么好听干啥呀？你俩旧情复燃去呗。她就是我前女友，那我俩肯定没有可能了。现在就是一种朋友，那朋友之间说一些话咋了？有啥问题吗？还咋了？气死了！这不是让女朋友发现了吗？以后还聊吗？不聊了。小号删吗？删。现在我都不知道他这个小号到底是我俩谈恋爱一直都有，还是订婚之后他才有的这些问题。我现在感觉他这样都已经算是精神出轨了。你怎么不走呢？就是因为订婚了嘛，因为我俩现在还没结婚呢，那你要结完婚再发现各种问题可怎么办？就是因为我俩当时订婚的时候，所有的亲朋好友啥都请了，怕就现在分手我先丢人。所以你是希望我们劝劝他，帮他改正一下，是这意思吗？对，其实他要是能把身边这莺莺燕燕啥的整干净利索的，让他妈少掺和点我俩这件事儿，钱彩礼不彩礼的也不计较了。其实这些都是好说的，从始至终其实要的就是他家一个态度。你家实在没有这个钱的话，没有也行。行，听听老师们什么建议吧，好吧？所以你俩现在立刻分手，你们两个也并不爱对方，一点没看到爱情。
我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理解，就是你为什么非娶这女的不可？因为之前我俩其实挺好的，就是各方面没啥说，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以前以为自己是高价，他本来的期待值是高于你现在的表现的。人只有在去抬头仰望自己够不到的东西的时候，他才会收起自己本来的秉性。谁抬头看着天的时候，希望老天爷对自己好的时候，不给个笑脸，不态度好一点，不立正啊？这个女孩她是属于那种，她的算计不是从要跟你结婚这个事儿才开始的，而且她的性格就是她会一直算计，她会算得很明白。我跟你讲，你满足不了她，她今天提这个，明天就会提那个，你绝对不要相信她说什么没有什么彩礼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我也能，不可能，她过不了，她一天都过不了。她从开始一个我期盼你给予我，到索取，到后来她变成压榨，完了就给你上纲上线，给你上道德，上各种东西，这是她的行为模式、处事方式，改不了。她不会尊重你的母亲的，这个事情在她的世界里面已经根深蒂固了。你妈就算之后给她钱，她只会认为你们家还有更多的钱。那么女生，这个男生的问题是什么？他就是一个躺二代。就你开始也是看中他这个特质吧，你可能觉得说这个男孩子啊，觉得没有什么自己很多的主见，你一开始肯定看中他这，你觉得好拿捏。但是我跟你讲，这个男孩其实主意比你大，他要用他这个小白脸吸引更多的异性，然后他会选一个性价比最高的。因为这个男孩属于那种，就是他很喜欢去释放自己的魅力，但是他知道他的魅力并不持久，就你玩不过他。对，你玩不过他，你俩不是一个量级的选手，他背后有参谋长，那不像你傻乎乎的，你有啥说啥。你算了吧，姑娘，就这个人，你斗不过他，你也斗不过他妈，你趁早走，你千万不要被什么道德标榜，说什么哎我什么亲戚朋友都通知了，你就告诉亲戚朋友说我勇敢甩渣男。小财务遇到了老财务，就你啊，算着你的小账，问题就跟文老师说的一样，你那账人家一看就明白了，你今天台上一站，我们也明白了。因为你所有东西都写在脸上，你知道吗？就你要的这个东西有多不合理。那么为什么你说啊，我刚刚说了，然后他全答应了？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出来，他就是带一张嘴，所以他妈其实所有做的事情，我觉得是合理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家要出钱，他妈管着钱呢，他妈那支笔就得很严苛，在那边审到最后，你信不信？你到最后你提一句说好，我要5万块钱彩礼，这个事儿肯定就过了。第二个是为什么你现在分不了手呢？姑娘，你被打窝了。他不是钓鱼高手，我也不是钓鱼高手，你男朋友是钓鱼高手，我教你怎么钓鱼啊。你看那个饵料对吧？饵料给最多的是什么时候？是打窝的时候。真的你要去钓的时候，那饵就一小颗，钓上来之后放在鱼护里面一点都不喂。在你这儿一样，他们家所有答应你的东西都是空口白牙的，都是嘴上说出来，说的天花乱坠，说了提高了好几个等量级，把你的希望往上提了好多层。但我告诉你，你往下降10层，就1/10你都拿不到，这就是现实。所以为什么你分不了？因为你现在抱着哇，他们家可以给我这个20万，那个40万啊，加在一起加60万，没有。那个只是哄你的，只是诱饵，把你诱过来而已，这就叫钓鱼。所以你现在不走的原因在于你心里面还在吃那个饼呢，你还以为这个饼能够变成现实，但这个饼我告诉你，它永远不可能变成现实。为什么？因为你遇到老财务了嘛。最后我跟你们2个人说，既然寄生在人家家里，各自都要靠父母，就不要提那么多要求，人家给你啥你就用啥，日子还是要靠自己的手去挣出来。2个人自己能挣多少钱，未来才能过什么样的生活。你们俩身上有多少真感情，我真看不到，都是拧巴，都是纠结，都是算计，都是给对方画饼，愿意给予对方的情绪价值太少，愿意给予对方的爱也太少。既然这样，你还结什么婚呢？分手吧。你找的这个男的啊，他只会越来越败家，有啥出息啊？张嘴就来，虚情假意。你没有青春吗，小伙子？你的时间就是可以随便浪费的，你的青春可以随便挥霍，你的那点鱼饵用不完吗？你们家有多少让你去打那窝啊？你诚信有问题，你知道吗？这是我最讨厌你的一点。他就再看上钱，再看上你家条件好一点，过日子也是需要彼此信任的呀。你这都谈婚论嫁的人了，还一小号，还跟前女友什么投诉现女友，还在酒吧和别的女孩聊天，气自己的未婚妻。你有啥诚信啊？
你们是实实在在要娶这姑娘吗？不也是权衡利弊，一再的测试人家、考验人家吗？没诚意，没诚信，藏着掖着，到处藏污纳垢。你什么时候把你心里那点灰呀、花花啊，咱都给清理干净了，自然会有好姑娘，不计较你家有钱没钱，和你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女生你也不招人喜欢，咱们女孩子结婚也好，男孩子结婚也好，务实一点，现实一些，我觉得也没啥不好的。咱们都知道双方家底儿，咱们盘算盘算，这个盘算不是算计人家，是盘算盘算我们以后的小日子怎么过。咱双方爸妈能支援咱们多少，咱感恩戴德，孝顺父母。这爸妈支援不多，那咱们卯足劲儿攒点钱一起过日子，算算账有好处。但是你变成了算计，那真嫁不了。财务是我们共同去创造和努力的，所以你盘算的方向有误，人家父母都看出你来了。也别怪人家父母势利算计啊！你这点小心眼儿，在人家父母面前一眼看到底。话说的是难听，说给你听了，还是敲打你，希望你能改正调整。人家还是认你这个儿媳妇儿，话都说成那样，你还摔筷子走。你们是伸手跟父母要钱的人，你伸手打你要钱人的脸，人家还给你吗？所以真的拿出有价值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真心、真诚、真爱，你才能有一个愿意和你，我们没钱一起去努力，有钱我们共同去享受的好男人陪你过日子。他也不是一个良人，你俩彼此都不是对方的良人，散了吧啊！姑娘，我跟你说哈，你男朋友100%不是妈宝。什么叫做妈宝？就是妈妈说什么我听什么，我是有依赖心理的。你男朋友是吗？不是。订婚那一天，对吧？他跟你说他们家来出这个订婚宴的钱，他妈还出去炫耀，你看我们家多有排面，我们家办的这个订婚宴多好。这是妈宝吗？你不仅算计你女朋友，你连你妈都算计，我都怀疑那个钱你是不是拿了双份的，找你妈要了，找你女朋友也要了。这东西真不好查。所以说你是妈宝吗？咱挺有主意的呀，挺会算计的呀。所以我告诉你，你是拿着你妈宝的名义，拿着你妈妈的名义，不想去做坏人罢了。你从内心上就不想给你女朋友那个彩礼钱，你说是你妈妈，她去你们家，你起到了任何的缓和作用吗？而且人家20万彩礼说了之后，你跟女方说什么？我们家还能加20万，给你们40万，这是不是虚伪？说了最后不认。还有一点，咱报复心理太强了。女朋友对做错了，去家里顶了咱妈，对吧？你不舒服，人家父母买了螃蟹邀请你去家里面，你干啥？你把人家父母扁了一顿。你们家也没有穷的揭不开锅呀，你一定要干嘛？反击回来。好，女朋友跟你吵架了，我就一定要出去找别的女生暧昧一下，我要找回来，还跟你的前任不清不楚啊，什么小宝，还美名其曰的啊，我是干嘛？我是要疏解我的情绪，一点边界感都没有，这是不是你干的事儿？而且你说哈，什么叫做爱？爱常觉得是亏欠，但是你的爱常觉得是亏本。你从刚开始认识到后面要订婚，到后面你一直在算账呀，你是不是在算账？彩礼不想给了啊，房子不加名了啊，40万全部付首付了，你就是一个精算师，因为你在做分散投资、分散风险的事情，你没有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因为你开小号，你养人就是，你随时等待跑路，这个女生不行，我马上后面人能接上。所以说今天在看到咱们节目的姑娘们，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我们一定要警醒。如果说你遇到的男生有以下几种情况，我觉得咱们真的要长一个心眼。首先第一个，推卸责任，极好面子，出了什么事儿我妈说的，然后说女生你应该尊重一下老年人呀，你怎么这么不尊重呢？啊，第二点，安心做坏事儿，我出去找别的女生是因为你跟我吵架呀，我是为了气你呀，都是你的问题。第三个点，我们家就普通家庭，你干嘛找我要钱？别惦记着我们家钱。第四个点，说话不算话，前面说过的话后面就不承认。第五个点，底线不忠诚，千万不要指望在跟你恋爱期间他这样结婚后会改，我告诉你只会变本加厉，因为他在干嘛？他在测你的底线。如果他知道你的底线，能接受这个事儿，我告诉你结了婚是一样的。所以啊，我想也跟这个先生分享一下，一个女人她有时候在意的不是说这个男人在年轻的时候我物质好不好，而是什么？而是人不能心穷。所以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形象这么高大伟岸的一个男人，应该让你说的每一句话能经得起推敲，
有时候我们女生在找一个男人结婚的时候，她要的是一个男人责任，一个男人的担当，还有一个男人的一言九鼎。这个如果大家想了解这个木姐的话啊，也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在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去搜木姐哈，这个木是拼音的 MU 这个木，对。那您要在这个公众号当中回复“爱情保卫战”5个字啊，也会收到我们的新人礼。谢谢木姐哈。听的两位都表情很严肃哈，作何打算？你们自己思考一下。接下来我们请两组嘉宾都回到我们的转门之后，看看你们最终的选择。来，请回。我们老师也预测一下吧，这第一对夫妻是不是肯定出来啊？他俩现在应该就是通过第二对的参照之后，我觉得更加的相爱了。对，都认为会出来哈。那咱们看看这第一对夫妻的选择吧。好，来看看我们第一组嘉宾他们的选择是，请开门，没悬念哈。好，手拉手又出来了，挺好的一对夫妻。老公就表态吧。对，我这回去跟丈母娘诚恳道歉。哎，对了，你这是录取老话听进去了。对啊，多陪陪孩子，多帮他分担家务。哎呦，那就把太太说哭了哟。每天晚上收拾玩具、擦地，就这一个活指派给你了。没问题啊。这个妻子，你也心疼一下老公嘛。我也改，我以后嘴也别那么厉害了。也多理解理解他，然后对这个花钱呢，我也揉着点儿，能给孩子攒点钱，咱攒点钱，没有用的钱不买，咱俩商量着来。好，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见证你们的浪漫吧，抱抱吧。真的是真爱的夫妻哈，祝福你们，再见啊！那接下来第二对情侣他们会出来吗？老师们有什么推测？不会。我觉得他们肯定会出来。我也觉得他们暂时分不开，如果有机会能调整的话，我觉得再调整一下。那穆老师也觉得会出来，我觉得会出来。行吧，我们看看这对情侣的选择啊，来，请开门。文老师说对了，走了，可以清醒了，好事儿。哎，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啊，就是彼此不适合，或者在这段感情当中发心不是冲着爱去的，还不如早点散了哈。这就是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啊。好吧，希望我们都能遇到适合自己的良人，希望大家都拥有幸福的爱情和婚姻生活。好了，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爱情保卫战，下次再会。